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剛。本期视頻呢是跟大家分享食材的供應鏈，就是採購瘦身魚。這1、2年呢都有粉絲在問我們這個瘦身魚到底在哪裡才能夠買得到，所以呢我們把這次的採購的全程拍下來分享給大家。現在我們跟我們的合作夥伴龚老師一起出發大邑的一個釣水場。珍貴沒有？來了，這個就是他拉魚的車啊，小車。我的戰車。他的戰車。兩年20萬公里。好，走啊！出發嗎？走吧，出發。上車，我們去大邑拉魚去。這個位置挨着西岭雪山，它的水質是非常不錯的一個地方。王老師介紹哈，李總，王老師，老規矩，先看魚，先看魚。好，這種方式是其中一种，叫高位池。这个魚呢，在這個裡面轉圈圈，通過轉圈圈呢不投食，讓它瘦下來。瘦下來了之後呢，脂肪代謝掉，然後這個改變它的口感和味道。釣1個月以內叫釣水，釣2、3個月、3、4個月，讓它明顯瘦下來呢，就叫做瘦身魚。我們買魚之前，首先是隨機撈出成品魚，宰殺檢查下驗貨，這樣來確認瘦身魚的周期和效果。鱸魚一般是看肚子，你在市場上面的普通鱸魚哈，這個有肚腩，肚子鼓鼓的，但這個魚它肚子已經平了，呈一字形，這個魚瘦的差不多。但是裡面我摸測哈，這裡面有一點點油脂，有一點點脂肪，這個我一摸，一摸就曉得。看背沒有？背就要寬些了嘛，寬得多。有個刀背背，那就那2條嘛，剎車看。看，這個基本上就沒得啥油了。這個就沒什麼油，這個油就多。這就是脂肪的，這是純脂肪那種，這就是明顯沒瘦下來的脂肪。這個魚的脂肪它其實是很膩的，就是這一條。鱸魚就是在這條，如果我們家裡做菜啊，這一塊都給它切掉，這一塊清蒸、紅燒、水煮都不要這個油。這個鱸魚就是品質還是不錯的。在最終確定魚的品質沒有問題之後呢，我們才開始裝車。那種感覺。你看，他們現在把這個車啊，吊車推過來，把這個魚吊起來。對。好，下。好。我們在採購完鱸魚之後，我們立馬開車從成都出發，到貴州錦屏縣去採購瘦身花鰱。經過10幾個小時的車程，我們來到了貴州錦屏縣的三板溪水庫。現在我們的車已經開上了這個船上面，船把我們送到一個湖面，到了湖面之後，再把那個魚從網箱裡面搞到這個船裡面，通過這個龍門架，到時候這個船再把我們的車重新送回岸上面去，這樣子呢就完成了一個運輸的一個過程。這簡直就是人間仙境啊！三板溪水庫是一個飲用水水源，水庫裡面只允許養花鰱，因為花鰱有淨化水質的作用。養殖過程中，它不允許投料，完全是吃水裡面的浮游生物和藻，這樣子來成長。等到花鰱長到一定時間之後，再圈養到網箱裡面，讓魚處於高層水位，不讓它進食，這樣呢，從而讓它達到一個瘦身的目的。現在我們已經到了抓魚的這個地方了，它這個船呢，相當於是在那邊那個網箱裡面，把魚趕到這個船裡面，然後撈到這邊來，用這個布袋裝起來，用這個龍門架吊起來，然後放到這個車裡面去。現在我們的夥伴在看着它。就適合，太小的不要搞進去。這個才這個3斤2兩左右啊，3斤2。3斤半以上。3斤半可能沒有，每一條都是這樣子刀背魚，這個是小規格的，在我們成都的小規格好賣一點，很漂亮，很亮的，白白的。然後再看這個刀背體型，哇，這個顏色特別的黑啊，背特別黑，顏色很黑，這個背特別薄，頭很大，而且你看這個鰓非常的紅，很鮮紅，知道嗎？這個魚比較鮮活。他們其實在挑選
大小和肥瘦，因为这个鱼的规格它是不一样的，所以那个太肥的呢就直接放了，太小的也直接放了。谢谢感谢啊，小一点的别搞进去。最后我们总结天然水库养殖的优点就是：第一个不投料，第二个几乎不要人工管理，第三个它几乎不用周转，第四个它除了成本低之外，它的鱼的品质活力会更好。现在我们鱼已经装完了，这一车鱼大概装了12000斤鱼左右，然後全部的規格都是4斤到4斤半左右的一個規格的魚，全是我們餐廳賣的魚。我們餐廳所有的瘦身魚，不管是花鰱也好，還是鱸魚也好，通通採購回來都是拉回成都的一個在養基地，而不是直接拉回我們餐廳。接下來帶大家看一下成都最大的瘦身魚中轉中心。我們在這個地方租了2個池子，我們暫養在這個池子裡面，我們需要多少的時候，每天進行配送。這個中轉站是新開的一個，是目前成都最大的瘦身魚中轉站。這個池子是我們的池子，就是把它放到這個我們的暫養池裡面。吳總，你好。你好。上次都看了你那個裡頭的魚的，幫我們介紹下嘛。上次你沒在。所有都是瘦身魚是吧？都瘦身魚，因為因為以前我們做的時候，客戶需求多，只做2-3種魚，解決不了客戶的痛點。就像品種還是有將近快30個了。30個。我們在年底計劃上線就是將近50個。這是花鰱的嘛？這個收了好久？這個花鰱是刀背花鰱了。刀背花鰱，這個90天以上的了。花鰱沒有2種，還有一種起蒜瓣的，蒜瓣的就是在45天左右的。我們我曉得，那個規格不一樣。我曉得對，王老師他們用的主要就是我曉得嘛，那就主要是上次介紹過，全部是用刀背嘛，要用最好的品質，嘎，對。這是瘦身草魚，這個草魚都已經化渣了，你說也是。這個魚腸子還有油沒得？腸子沒油的了。沒油的，好多斤？這個我們市場價還是賣點20多一點。20幾嘛？22到25。那花鰱呢？花鰱賣好多？花鰱我們也是賣點20左右。20。根據客戶的量大，因為量大，我們給你就運過來便宜點，看給你配不配送嘛。這個是刺眼魚，這個是廣西赤玉參，但這個只是吊水產品。這個是黃來點，其中個品種叫薑黃。它這個顏色就是它比較黑啊，因為它記住這個水清了以後就會變黑。釣了好久啊？這個黃鰱釣的不是釣到一般就是1個半月左右。好多斤嘛那個？這個我們賣的30多。30多個？30多。哦，這個普通的賣好多斤呢？普通的現在市場價養殖戶是10多塊錢。10多塊，然後市場批發是在20多點。但我們這個因為它畢竟它的成本還有風險，就賣的稍微貴一點。這個是美人魚，呀，我們就喊官方魚叫椰子魚。喊我就肉。然後活力比較好，有個瘦過身的椰子魚活力就不一樣。這個收了好久啊？這個一般我們出欄都是1個月為標準。過一個。因為你7來天達不到。釣1個月是吧？釣1個月。好多斤呢？那個我們賣40多。這個是翹口。翹口我們有2個品質的，一個就是水庫的吊水生態翹口。有一種你看那個有個黑背，一個灰背。不，這就是一個品種啊。但這個背你看嘛，一般的翹口這個背這個是屬於中等品質啊。它只是沒膩鮮味，因為不是說所有的餐廳都要用嘛好的。這個魚呢就只是說保證沒膩鮮味，沒藥殘就行了。一共總共有好多個池種？我們有122口池現在。122。所以第1期、第2期我們還要建300多口，要建到500口。哦嚯，建到500口，我們是90多畝地的嘛。最後跟大家再總結一下，瘦身魚為什麼在市面上很少流通，它在菜市場裡面很少見？這是因為瘦身魚它的養殖週期更長，損耗率更大，而且在運輸的時候很容易出現死魚的一個狀態。相當於買回來1萬斤放在池子裡面，它可能不是3天2天賣得出去，而是需要10天半個月。瘦身魚進入池子裡面，它經過10幾天以上，它就會有逐漸的出現損耗。而普通魚呢，從水庫裡面拉出來了之後，拉到菜市場，它就是2天，最多3天，直接就全部處理掉，它幾乎沒有什麼損耗。再一個就是瘦身魚的價格，它會比普通魚高出好幾塊，甚至翻了1倍。對於民眾來講，你跟他說瘦身魚，他根本不知道這是到底是一條什麼樣子的魚。老闆，你們有沒有瘦身魚的呀？啥子魚啊？瘦身魚是吊水魚。吊水魚啊？瘦身魚有沒得？正是因為這個普及率的不夠，所以這個魚的銷量呢，通常在菜市場不太會可能出現。一般來說，瘦身魚很少出現在菜市場，是因為它的魚基本上是運送到了中高端的餐館裡面。這是一些顧客對魚的品質有要求，而且餐標本身就比較高的情況下，這條魚被合理的價格端上了餐桌，
所以目前瘦身魚消費它的主流人群還是中高端的餐廳。現在這條魚不僅能夠在我們水煮魚能夠吃得到，而且呢還能夠以20塊錢1斤的價格直接打包帶回家，做出你自己喜歡的別的味道。現在的價格來說，它比普通魚還是要高很多。但隨着以後大家對吃魚的品質要求越來越高了之後，需求量變大。當需求量变大了之後呢，規模變大了，它的價格肯定會下來。也希望這一條有品質的魚在未來能夠被大家接受喜愛。好了，本期視頻到這裡，拜拜。一個是生長週期，另一個是這個東西的營養程度不一樣。比如說現在飼料做出來的營養和天然饵料做出来能一樣嗎？為什麼什麼東西都是叫做原生態的野生的好吃，對不对？对，它大自然給的力量，這些東西是人用凝練出來的，对，是用人去干預不了的这些東西。对。為什麼說跑山豬好吃，跑山雞好吃？它到處去叼一個小石子，叼一個小幼蟲，叼一個這個，它吃這些東西，它肯定好吃嘛。其實這個魚叫做瘦身魚也好，叫做釣水魚也好，其實最終就是什麼呢？讓這條魚健康的去達到最健康的時候去吃它。